如果你花了好多时间，尝试了各种吸引力法则，冥想、许愿、写感恩日记，结果却发现你的生活好像根本纹丝不动，甚至感觉更糟了。我想先轻轻地告诉你一件事，那不是你的错，真的不是你的错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。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的显化能力，而在于你被告知的整个故事很可能遗漏了最关键的那一块拼图。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，对吗？无论你看过多少次秘密，追了多少位灵性大师的影片，你拼命的正向思考，努力的去感受丰盛，但内心深处总感觉有个东西卡住了，像一个解不开的结，一道看不见的墙，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在原地空转。在真正搞懂这个秘密之前，我叫艾菲，也跟你一样，在灵性的道路上卡了很久，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没有所谓的天赋。直到2017年，我做了一个微小的转变，仅仅是一个观念的转变，我的人生就从那份我毫无热情的9到5工作中彻底翻转了过来。而今天，我要把那块所有人都忽略的失落的拼图交到你的手上。我们被告知的吸引力法则最大的一个误解，就是以为它只跟头脑和心有关。我们以为只要想得更好，或是让自己沉浸在丰盛的感受里，奇迹就会自动发生。但这只完成了2/3。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乔迪斯本扎博士，他早就给出了答案。他说，真正的创造是一个3位一体的过程，是思考 think， 是感受 feel， 以及行动 act。 思考是给宇宙发送一张蓝图，感受是为这张蓝图充电，但唯有行动才是你真正在物理世界里对宇宙说，我准备好了，请把宝锅寄到这个地址。想象一下，你想开车去一个你梦想中的海边，在家里非常清晰地思考着那条完美路线，甚至闭上眼睛就能感受到海风的咸味和阳光的温暖，你感觉好极了。但如果你从不拿起车钥匙，不坐进驾驶座，不踩下那个油门，你觉得你会到得了海边吗？不可能的，对吧？我们的物理现实世界就是一部车，它只听得懂踩油门这个指令，而行动就是那个油门。大多数人就卡在这里，坐在家里，等着那辆能载我们去海边的车自己开到门口。理论听起来很完美，对吧？但为什么，特别是我们这些走在灵性道路上的人，就是做不到呢？因为我们掉进了一个最美丽也最隐蔽的陷阱，叫做灵性逃避。我们被灌输了一种思想，认为行动是费力的，是属于物质世界的，是低频的，而只有冥想、静心、思考这些安静的内在的活动才是高频的，才是有灵性的。坦白说，我自己就曾深陷在这个误区里，整整停滞了2-3年。我以为只要我内在的频率对了，外在的一切就会自动改变。结果呢，我只是在原地打转，看着时间流逝，内心越来越焦虑。今天回头看，我才惊觉，如果我早点明白行动的真谛，我的人生可能早就起飞了。当你的行动是出自于你的热情，出自于你内心深处的渴望时，那个行动本身就是最高频的震动。它不是低频的苦差事，它是你灵魂能量在物质世界的展现，是你与宇宙共舞的舞步。
而那个阻碍你行动的，往往只有一个东西：恐惧。你害怕被批判，害怕自己不够好，害怕失败，害怕别人的眼光。但我想给你一个全新的视角，恐惧从来都不是让你停下的红灯，它恰恰是宇宙为你点亮的一盏聚光灯，一个 GPS 指南针，它在对你疯狂招手，轻声说：嘿，看这里，你的成长，你的宝藏，你舒适圈的边界就在这个方向。当你对某件事感到恐惧，那往往意味着那件事对你来说很重要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轻轻地问问你，当你想到那个渴望已久的行动时，无论是开始一份事业，录制一季影片，去跟某人告白，第一个浮现在你脑海里的恐惧是什么？在留言区分享出来，你会惊讶地发现你并不孤单。让我们看看有多少灵魂怀揣着一样的恐惧。当我终于意识到行动才是那把唯一的钥匙，恐惧只是我的指南针后，在2017年，我的人生迎来了真正的转捩点。那时的我还在一份典型的9到5工作中，每天坐在冰冷的办公室日光灯下，感觉自己的灵魂正一点一点被抽干。每个周日傍晚，那种第二天又要上班的窒息感几乎要把我吞没。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呐喊，我想成为一个内容创作者，我想分享我的所学，去启发和疗愈他人。在过去，我会思考这件事，我会去感受那份喜悦，但我从未真正行动。但在2017年的某一天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一个彻底改变一切的决定。我决定不再等待自己成为一个创作者，而是从今天起就扮演一个全职的影音创作者。我不再想如果我有了粉丝会怎样，我直接开始行动，仿佛我已经拥有了100万粉丝。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看似疯狂的目标，每一天创作，每一天发布一支影片。我还记得录第一支影片时的场景，我的心脏在胸口狂跳，对着镜头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，满脑子都是有人会看吗？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蠢？但我不管了，我只是行动。我按下了录影键，然后发布。第2天继续，第3天继续。我把所有的恐惧，所有的自我怀疑都转化成了踩下油门的燃料，然后奇迹发生了，物理世界给出了回应。一开始只是几个观看，然后几十个、几百个。突然有一天，一支影片爆发了，成千上万的人涌进来。我看着后台的粉丝数从3位数跳到4位数，再到5位数。我开始收到雪片般的留言，人们告诉我，我的分享如何点亮了他们的一天，给了他们力量。那一刻的暖流，是我在过去那份工作中从未体会过的深刻满足。短短几个月后，我的频道吸引了超过10万粉丝。这份来自物理世界的坚实回馈，给了我无比的底气。我走进老板的办公室，递出了那封我梦寐以求的辞呈。走出的那一刻，阳光洒在脸上，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，那种混杂着一丝恐惧，但更多是狂喜的真正的解放。那块失落的拼图找到了，它从来都不是更厉害的冥想技巧，也不是更复杂的许愿仪式，它就是行动，大量的、持续的与你热情合一的行动。你可能会说，艾菲，那是因为你是你，你有你的天赋。但我想告诉你，这个法则是宇宙的底层逻辑，它对任何人都适用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比我自己的故事还要震撼10000倍的故事。我的学员里有一位叫 Melissa 的女士，她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女性，充满了智慧和力量。但在过去，她一直在传统的保险行业里压抑着自己，
扮演着一个不属于他的角色。在一次课程中，我不知道哪来的能量，对着镜头反复呐喊着一句话：别等了，就现在开始吧。无论你有多不完美，就直接开始。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击中了门丽莎。她告诉我，就是那一刻，她感觉自己被彻底点燃了。她放下了所有，我还没准备好，我需要更多证照，我需要一个完美的网站，所有这些借口，她就只是开始了。她开始用她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分享她在保险领域的专业知识，去教导他人如何为自己的人生建立保障。她没有等到完美，她只是在不完美的行动中一天天变得更好。仅仅6个月后，她给我发来一条讯息，她说：艾菲，我做到了，我现在的月收入已经超过了数十万美金，数十万美金一个月。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开始的决定，源于她终于愿意亲手踩下油门的那一刻。所以亲爱的，现在回到你身上，请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：你的人生永远是你所是的直接反应，而你是谁，从来不只是你的思想，不只是你的感受。完整的公式是：你是谁等于你的思考加上你的感受加上你的行动。当你说你想成为一名瑜伽老师，但你每天的行动却是一个会计师的行动时，宇宙只会给你一个会计师的现实。我知道你会说，可是去扮演那个理想中的自己，感觉好假啊。但我想请你深深的去看一看这个假字，那个为了薪水，为了怕别人失望，为了所谓的安稳而每天戴上温顺面具的你，那个在你朋友面前假装对自己热爱的事物毫不在乎的你，那个把自己的光芒和渴望小心翼翼藏起来，扮演渺小，扮演正常的你，你摸着你的心问问自己，那样的你难道不才是最虚假的吗？那才是最深层的对你灵魂的伪装。而那个让你有点害怕却又无比渴望成为的闪闪发光的理想自己，那个渴望去分享、去创造、去爱的自己，那才是你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呼喊。成为它不是在作假，而是在回家。所以别再等了，等待是我们能给自己最温柔的毒药，它只会让你永远地留在这个你早已厌倦的舒适圈。不完美的开始吧，你每一次笨拙的行动，每一次心跳加速的尝试，都是在对宇宙宣告：我来了。而宇宙永远会回应那些勇敢上路的人。如果这支影片点燃了你，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。你的支持是我创作更多深度内容的最大动力。而且像这样直接的真心话，在这个时代很珍贵，也可能很脆弱。把它分享给你那位同样需要这份勇气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打破停滞，就是现在。